抓住他们，尊主有重赏。一名魔修将领大喊一声，带人朝着陈平和吴昊追击了起来。陈平见状，背着吴昊在山林间踉跄奔逃。吴昊的伤口仍在渗血，温热的液体浸湿了陈平的后背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既要躲避身后紧追不舍的魔修，又要护着背上昏迷不醒的吴昊。他的灵力早已在之前的厮杀中消耗大半，此刻只能靠着一股执念支撑。别跑了，乖乖束手就擒，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些。身后传来魔修将领的嘶吼，黑色的魔气如同毒蛇般在林间蔓延，几道凌厉的魔刃擦着陈平的肩头飞过，将旁边的树干劈得粉碎。陈平咬紧牙关，不敢回头，只是拼命运转残存的灵力，加快脚步。前方就是云雾谷的方向，可魔修的追击越来越近，眼看就要被包围，他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难道今天真的要栽在这里？就在这时，一阵震耳欲聋的兽吼突然从斜刺里传来，只见10余名身着兽皮、手持骨矛的兽族修士从密林里冲出，为首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熊族修士，他浑身覆盖着厚厚的棕色毛发，手中骨矛泛着凛冽的寒光，对着魔修厉声喝道：一群藏头露尾的魔崽子，也敢在我兽族的地盘上撒野！是兽族的人。陈平又惊又喜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魔修将领看到兽族修士，脸色一沉，不知死活的兽族也敢拦我们的路，给我杀！数十名魔修立刻调转方向，朝着兽族修士扑去。熊族首领怒吼一声，率先冲了上去，骨矛狠狠刺向一名魔修的胸口。魔修急忙用魔刃抵挡，当的一声脆响，魔刃被骨矛震飞，魔修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熊族首领一脚踹倒在地，骨矛紧接着刺穿了他的喉咙。杀！其他兽族修士也纷纷发起攻击。狼族修士身形矫健，如同鬼魅般穿梭在魔修之间，手中骨刀不断收割着魔修的性命。狐族修士则释放出幻术，让魔修陷入混乱，为同伴创造攻击机会。一时间，林间刀光剑影，兽吼与魔修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。陈平知道兽族修士是在为他们争取时间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熊族首领喊道：多谢各位兄弟，我们还有要事，这些魔修就拜托你们了。熊族首领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咧嘴一笑，露出锋利的獠牙。陈道友，放心走吧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让这些魔崽子追上你们。记住，好好活着，以后重整六重天，消灭这些魔修就靠你们了。很明显，这熊族的首领认识陈平和吴昊，所以才会现身帮助的。不过他也知道，如今的六重天已经是魔修的天下，这样突然现身帮助陈平，最后的结果那就只能是死亡。陈平的眼眶瞬间湿润了，他重重地点了点头，不再犹豫，背着吴昊朝着云雾谷的方向狂奔。他不敢回头，因为他知道每多回头一次，心中的愧疚就会多一分。那些兽族修士明明可以置身事外躲藏起来，却为了救他们选择与强大的魔修死战。身后的厮杀声越来越激烈，偶尔传来兽族修士的惨叫，每一声都像重锤般砸在陈平的心上。他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鲜血顺着指缝滴落。他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今日之恩，我陈平永世不忘。这些魔修欠下的血债，我迟早会让他们加倍偿还。不知跑了多久，陈平终于看到了云雾谷的轮廓。谷口云雾缭绕，隐约能看到空间波动的痕迹，那是吴昊说的空间禁术。他心中一松，加快脚步，背着吴昊来到谷口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厮杀声突然停了，陈平的身体僵住，他缓缓回头，只见远处的密林中，黑色的魔气已经散去，只剩下10余名兽族修士的尸体倒在地上。熊族首领的尸体被钉在一棵大树上，骨矛插在他的胸口，双眼却依旧圆睁。
仿佛还在怒视着魔修。啊！陈平发出一声压抑的嘶吼，眼中布满了血丝。他对着兽族修士尸体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，声音沙哑而坚定：各位兄弟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，一定会把魔修彻底赶出六重天。吴昊似乎感受到了陈平的情绪，缓缓睁开眼睛，虚弱地问道：陈平，怎么啦？陈平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强装镇定：没事，我们到云雾谷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能找到药王宗的人给你疗伤了。他扶着吴昊走到谷口，吴昊挣扎着伸出手，结出复杂的印诀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随着他的咒语，谷口的空间开始扭曲，一道透明的光幕缓缓浮现。陈平扶着吴昊一步步走进光幕，身后的谷口渐渐恢复原样，将所有的悲伤与仇恨都挡在了外面。进入云雾谷的瞬间，眼前的景象骤然一变，鸟语花香，药香弥漫，与外面的血腥与黑暗截然不同。可陈平的心情却沉重得无法呼吸，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兽族修士战死的画面，那些鲜活的面孔，那些坚定的眼神，都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。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肩上的责任又重了一分，不仅要治好吴昊，要夺回祭祀宝典，要拯救六重天，更要为那些为了保护他们而牺牲的兽族修士讨回公道。魔修，噬魂尊，陈平低声呢喃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他攥紧了手中的斩龙剑，剑身微微颤抖，仿佛也在呼应着他心中的怒火。就在这时，几名身着白色衣裙的女子快步走了过来，她们手中拿着药香，脸上带着警惕。你们是谁？怎么会来到药王宗？我们是来求医的。陈平急忙说道，将吴昊抱得更紧。他受了重伤，急需治疗，还请各位姑娘通融一下。女子们对视一眼，其中一名看起来像是领头的女子走上前，仔细查看了吴昊的伤势，眉头皱了起来。伤势这么重，还中了魔气侵蚀。跟我们来吧，宗主正在前厅，是否要救，还得听宗主的意思。陈平连忙道谢，抱着吴昊跟在女子们身后，朝着前厅走去。一路上，他发现药王宗里竟然全都是女子，有的在采摘草药，有的在炼制丹药，有的在传授医术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专注的神情，与外界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走到前厅门口，领头的女子停下脚步，对着里面喊道：宗主，有2位客人前来求医，其中一位伤势严重，中了魔气侵蚀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一个温和而沉稳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陈平抱着吴昊走进前厅，只见一位身着紫色衣裙的女子坐在主位上，她看起来大约30多岁，气质优雅，眉宇间带着一丝医者的从容。她便是药王宗宗主神国前御医凌月。凌月站起身，走到吴昊面前。当看到受伤的吴昊，凌月满脸吃惊道：国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国主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你又是谁？陈平听到凌月的询问，连忙解释：宗主，我叫陈平，国主是为了掩护大家撤退，被噬魂尊重伤，如今六重天已被魔魂占据，只有您能治好国主，还请您出手相助。凌月看着吴昊苍白的面容，眼中满是凝重，他立刻吩咐弟子，快把国主抬到净室，取清魂丹和续脉草来，我要立刻为他疗伤。弟子们连忙应声，小心翼翼地将吴昊抬往净室。凌月转头对陈平说：你随我来，我需要了解国主受伤的详细情况，也好调整疗伤方案。陈平跟着凌月来到一间书房，将吴昊与噬魂尊对战，被迫丢弃祭祀宝典，一路被魔修追杀的经过一一说明。凌月听完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没想到六重天竟沦落到这般境地。噬魂尊得到祭祀宝典，又放出10万魔魂，想要逆转局势难啊，但只要国主能康复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陈平坚定地说。凌月点了点头，我会尽全力救治国主，但他伤势过重，
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苏醒。这段时间你也别闲着，我看你灵力消耗极大，不如在药王宗安心修炼，也好为日后对抗魔修做准备。陈平正有此意，连忙道谢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平一边照看昏迷的吴昊，一边在药王宗的修炼室中修炼。药王宗灵气充沛，又有各种珍稀草药辅助，他的灵力恢复得极快，甚至比之前还有所精进。这天，凌月突然找到陈平，神色严肃地说：“陈平，我发现你身上有龙族血脉，而且纯度极高，对吗？”陈平心中一惊，没想到凌月竟能看出他的血脉。宗主慧眼，我确实有龙族血脉。凌月眼中闪过一丝激动，这就好办了。药王宗弟子全是女子，体质特殊，若能与你的龙族血脉融合，不仅能提升他们的修为，还能让他们获得对抗魔魂的力量。我想跟你商量，让药王宗的弟子分批与你进行血脉融合，作为回报，药王宗所有的仙草、丹药都供你使用，助你提升修为，你看如何？陈平愣住了，他从未想过宗主会提这种要求，但想到兽族修士为保护他们牺牲的场景，想到6重天的危机，他知道自己不能拒绝。这不仅能提升自己的实力，还能为对抗魔修培养更多力量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凌月大喜，立刻召集药王宗弟子，说明了血脉融合的事情。弟子们虽有些羞涩，但想到能为对抗魔修出一份力，纷纷同意。第二天，血脉融合正式开始。第一位女弟子走进融合室，她身着白色衣裙，脸上带着一丝紧张。陈平见状，则是劝说道：“别紧张，一会你就会欲仙欲死了。宗主说了，完全听陈道友的。”说完，那女弟子躺了下去。陈平是老手了，于是开始一套小连招。那女弟子脸红了，发出阵阵娇喘：“陈道友，可以了，快点融合吧。”女弟子有些受不了了。陈平点了点头，于是进入女弟子体内，开始了融合。随后运转龙族血脉，一股金色的灵力从她体内涌出，缓缓注入女弟子体内。女弟子浑身一颤，随即闭上双眼，脸上露出舒适的神情。龙族血脉的力量不仅在滋养她的经脉，还让她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半个时辰后，第一位弟子融合完毕，他的修为竟直接从地仙境6品提升到了地仙境7品，脸上满是惊喜。太好了，我困在地仙境6品好多年了，没想到被陈道友捅开了。女弟子十分的高兴，有了第一位弟子的成功案例，其他弟子更加踊跃，纷纷排队等待融合。陈平的身体远超常人，即使日夜不停地进行血脉融合，也只是感到些许疲惫。凌月每天都会为他准备滋补的丹药和仙草，让他能快速恢复体力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药王宗的女弟子们轮流与陈平融合，每个人的修为都有了显著提升，而陈平的龙族血脉也在不断的融合中变得更加精纯，修为也在稳步上涨。半个月后，药王宗所有普通弟子都完成了血脉融合，只剩下凌月一人。此时的陈平修为已达到地仙境1品巅峰，距离突破只有1步之遥。这天晚上，凌月走进融合室，她身着紫色衣裙，气质优雅，与之前的女弟子截然不同。接下来该我了。凌月说完，缓缓褪去衣衫。陈平点了点头，没有任何的前奏，直接连通了两人。金色的灵力涌入凌月体内，凌月的身体微微一震，她的修为本就达到地仙境9品，与陈平融合时产生的能量远比普通弟子强烈，两股强大的力量在融合室中交织，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。这一次的融合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漫长，1天、2天、3天，整整3天3夜，融合才终于结束。当金色的灵力收回时，凌月的修为竟突破到了人仙境1品，而陈平的体内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在涌动，他的修为成功突破到了地仙境2品。
林月看着陈平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太好了，你的修为提升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，有你在，我们对抗魔修的希望又大了一分。陈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，心中充满了信心。他知道现在的自己已经有了与魔修正面抗衡的实力。他看向净室的方向，心中默念：国主，你放心，等你醒来，我们一定会夺回六重天，为那些牺牲的修士报仇。此时净室中的吴昊手指微微动了一下，苏醒了过来。吴昊苏醒的消息在药王宗传开时，整个宗门都沸腾了。当他在陈平搀扶下走出净室，看到药王宗弟子们周身萦绕的纯净灵力，又听闻血脉融合的事，眼中满是感慨：陈道友，你这身体真好呀，这么多女人。国主，你身为一国之主，后宫佳丽怕是数千，我这算什么呀？陈平赶忙谦虚地说道：不能比，我那数千后宫都100年了，我还没有完全宠幸呢。而这药王宗数百名女弟子，你短短10几日就，真是羡慕。吴昊眼中满是羡慕。